古人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真正智慧的内涵。许多人认为，只有在生活中不断显露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才能获得他人的认可与尊重。然而，命好的女性往往知道，显露锋芒并不是赢得他人尊重的唯一方式。她们懂得，内敛和低调同样可以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力量。在生活的纷繁复杂中，懂得隐忍和保留，是智慧女性的一种选择。她们明白，人生的起伏与变迁需要一颗从容的心，而这种从容并非来自外界的赞誉，而是源于对自我内心的深刻理解。智慧的女性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选择以一种优雅而坚定的姿态去应对，不会因琐事而与人争执，也不会因困难而轻言放弃。他们知道，许多事情并不需要张扬，低调处理反而能够让自己在关键时刻掌握主动权。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命好的女性在生活中应该学会藏住的6件事。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智慧，更是一种能够使她们在岁月的风雨中稳健前行的力量源泉。通过对家庭琐事、子女问题、健康状况、财富管理、行善德行以及对往事的态度的探讨，我们将揭示出这些女性是如何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持内心的平和与从容的。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在家庭生活中，琐事和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不同的运势年份里，夫妻之间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和相处更容易出现问题。命好的女性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她们明白家庭关系的和谐需要智慧的调和和细腻的处理。当家庭运势不佳时，如何化解矛盾，保持内部的和谐，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例如，当家庭运势低迷时，智慧的女性通常不会选择在琐事上较真，而是会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去处理问题。她们明白，小争吵和不快在所难免，但如何将这些问题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是维护家庭和谐的关键。以柔克刚是他们的处理原则，往往在看似微小的摩擦中，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与智慧。张阿姨便是这样的典范。在她的家庭中，尽管偶尔会有小摩擦，但她从不将这些问题带到外面去。邻里间只看到她与老伴的和睦相处，子女们的孝顺，然而真正的家庭和谐背后，是她在默默调节各种冲突的辛勤付出。她深知家庭是一个需要用心经营的地方，任何外部的干扰都可能影响内部的稳定。他坚信，家中的琐事应在家庭内部解决，而不应向外人倾诉，以免让事情变得复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刘大姐，常常向邻居倾诉家庭的烦恼，试图通过外部的声音来寻求理解和支持。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解决她家庭中的矛盾，反而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她的抱怨
逐渐成为邻里的谈资，而这些外界的评论只会让家人感到被指指点点，继而更加不愿意沟通。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原本可以调和的小矛盾变得难以收拾。在这个过程中，命好的女性深知家庭的稳定与团结是他们始终不变的目标。通过保持低调、控制情绪以及以柔和的态度面对家庭琐事，他们不仅能够维护家庭的和谐，还能让家庭成员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这种智慧的隐忍与低调，正是他们自信从容的源泉，帮助他们在生活中走得更远。子女的成长与发展是每位父母心中最牵挂的事情，然而在八字命理中，子女的运势与父母的运势往往密切相关。当子女面临困境或挑战时，母亲的支持和理解显得尤为重要。命好的女性深知，在子女经历低谷时，公开讨论他们的烦恼和问题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招来外界的不必要干涉和压力。智慧的母亲往往选择在家庭内部默默支持子女，而不是在社交场合中随意提及。他们明白，外界的评论和干涉可能使本已脆弱的心理状态雪上加霜。面对子女的困扰，聪明的女性会选择倾听和陪伴，以一种稳定的家庭环境来滋养子女的自信和勇气。以李大妈为例，她的儿子因工作压力而感到焦虑。尽管这个问题让李大妈感到担忧，但她从未在外人面前谈论儿子的烦恼。相反，他在家中给予儿子足够的支持和理解，让他能够在无外界干扰的环境中冷静地寻找解决办法。他的低调做法不仅保护了儿子的隐私，也让他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力量，这对他的心理恢复和职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形成对比的王大婶，则常常将儿子的工作不顺讲给朋友们听，希望借助他人的建议来帮助儿子。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得儿子的困境被放大，成为邻里间的谈资。王大婶的过度干预和宣扬，让儿子在单位中感到孤立，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逐渐失去了信心。这样一来，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因外界的干扰而变得紧张，家庭的气氛愈加压抑。命好的女性深知，在面对子女的问题时，保持沉默并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他们懂得尊重子女的隐私，给予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空间。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子女最坚实的后盾，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的低谷，而不是将问题放大到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程度。这样的低调与隐忍，正是命好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展现出的另一种智慧与力量。通过默默支持和陪伴，他们不仅为子女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也让家庭关系在挑战中更加紧密相连。这样的理解与包容将成为子女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基石，使他们
在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时，能够更有底气地前行。健康是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运势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时，健康问题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命好的女性通常在面对健康问题时，保持一种低调和内敛的态度。她们深知，过多地谈论自己的病痛，不仅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反而可能加重自身的负面情绪。许多智慧的女性会选择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心态来应对健康的挑战。她们会注重心理的调养，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以此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与修复能力。例如，陈怡虽然身体时常不适，但她从不在外人面前诉苦，而是乐观地面对每一天，按时去医院检查治疗。她坚信，过度的抱怨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焦虑，而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才能真正促进健康的改善。相较之下，赵大姐则有些不同。每当她感到身体不适时，总是急于向亲友们倾诉，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布自己的病情更新。虽然她希望得到他人的关心和安慰，但这种过度的表达却让她陷入了负面的情绪漩涡。朋友们的关心虽然出自好意，却往往让她更加焦虑，反而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健康状况的隐秘与低调处理，体现了命好的女性在面对困扰时的智慧与自我保护。她们知道，身体的健康需要的是内部的修养和外部的适度调节，而不是通过外界的关注来获得认同或帮助。在流年运势不佳、健康宫受影响的年份，他们会更加注重自身的养生，选择适合自己的饮食、运动和作息，帮助身体恢复活力。这种对健康状况的低调处理，不仅是对自身隐私的保护，更是一种生活智慧的体现。通过不轻易外露自己的身体状况，他们能够更好地专注于自我调养，而不是让外界的评论和干扰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与健康。这种稳重与内敛，使得命好的女性能够在风雨中坚持向前，带着从容与自信去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因此，命好的女性在健康问题上展现出的隐忍与智慧，不仅帮助她们自己走出健康困境，也为周围的人树立了榜样。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中，他们通过低调的方式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坚韧与优雅。正是这种对健康的重视和智慧处理，让他们在岁月的洗礼中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力量。财富的积累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如何处理与财富相关的问题，往往考验着智慧与稳重。命好的女性在面对财务状况时，通常采取低调的态度，深知过度炫耀财富可能引发小人相聚、是非纷争。在他们看来，财富的真正价值在于如何合理管理和使用，而不是外露于人前。当财运走旺时，智慧的女性会更加谨慎，避免在社交场合炫耀自己的积蓄与成就。她们清楚，过于高调
可能吸引不必要的关注和嫉妒，甚至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李奶奶年轻时经营过一家公司，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她从不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的经济状况。她的生活简单而安逸，子女之间从未因为财产问题产生争执，这正是她懂得低调的结果。她深知，财富不仅要积累，更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刻保护和管理。相反，黄阿姨却习惯于在聚会上分享自己的财务状况，炫耀自己银行里的存款。她的初衷是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但这样的行为却无形中给自己带来了许多困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孩子们因财产问题开始争执，亲戚朋友也常常找他借钱，生活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外界的干扰与家庭内部的争端，使得黄阿姨陷入了不必要的困境，而她的财富反而成为了家庭关系中的一根刺。命好的女性懂得，在财富的管理中，低调是一种智慧。她们在财运亨通时，往往会选择隐藏财富，避免外界的干扰；而在财运不佳时，她们则更加谨慎，合理规划支出，确保经济稳定。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在岁月的洪流中始终保持经济的安全感与自由。在这种低调的财富观中，命好的女性不仅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还能为家庭的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财富的积累并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生活智慧的体现。通过明智的选择与合理的规划，他们在生活的每一步中展现出一种从容与自信。因此，命好的女性在面对财富时所展现出的低调与谨慎，正是她们智慧与力量的体现。她们深知，真正的富足在于内心的充实与安定，而不是表面上的炫耀与竞争。通过对财富的理性管理，他们不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也为家庭的未来铺平了道路。在这样的智慧指引下，命好的女性能够在风雨中坚持自己的信念，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行善与积德是命好的女性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展现出的品德，体现了她们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在命理学中，福德宫的旺盛程度常常与一个人的善行密切相关。命好的女性明白，真正的善行应该是无私的、低调的、不求回报的。他们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未来积累福报。在社区中，吴大姐是一个人人称赞的好邻居。她常常主动帮助邻里，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她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然而，吴大姐从不主动提及自己帮助过多少人，做了多少事情。她认为，真正的善行不需要张扬，因为帮助他人本就是出于一颗善良的心。正因为她的低调，邻里们更愿意尊敬她，觉得她是真正的善良之人。在她的影响下，周围的人也更加乐于助人，形成了一个温暖和谐的社区氛围。而刘婶则是另一种情况，每当她帮助别人时，
总是喜欢在朋友面前炫耀，甚至会要求对方记住他的恩惠。虽然他的初衷是好的，但他的做法却让人觉得他的善行带有目的，反而逐渐失去了邻里间的信任与尊重。时间一长，邻居们开始远离他，认为他的帮助不再是纯粹的关心，而是带有交换性质的交易。这样的结果让刘神感到失落，他反而无法理解自己的善良为何变成了负担。命好的女性懂得，行善的过程是心灵的修炼，善行本应源于对他人的理解与关怀，而不是借此寻求外界的认可。他们在生活中低调行善，默默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积累着属于自己的福报。这样的行为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人格魅力，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正能量。通过行善与德行，命好的女性在为他人创造幸福的同时，也为自己开创了更加美好的未来。他们深知，善良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它不仅能温暖他人的心灵，也会在不经意间滋养自己的生活。通过默默的付出，他们与这个世界建立起了深厚的联系，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命好的女性在行善与德行方面展现出的低调与深思，正是她们对生活的深刻理解。通过这样的行为，她们不仅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周围的人，也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更多的色彩与意义。在生活的每一天，她们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善良，践行着一个真正有力量的生命理念，赢得了来自生活的真正幸福。对往事的埋怨往往是人们心灵深处的一道伤痕，尤其是在生活的艰辛与挫折中，很多人难免会对过去的经历耿耿于怀。然而，命好的女性却明白，抱怨和纠结于过往只会加重自身的负担，影响生活的质量。她们懂得放下对过去的埋怨，才能迎接更美好的未来。王阿姨年轻时经历了不少磨难，生活的艰辛让她积累了许多不愉快的回忆。在与朋友交谈时，她总是不自觉地提起自己曾经遭遇的挫折与苦楚，常常把过去的痛苦重提一遍。虽然她希望得到朋友的理解与支持，但这样的行为却让她自己也难以逃离过去的阴影。她的朋友们渐渐感到无奈，时间久了，大家都不太愿意与她深入交流，因为王阿姨的负面情绪让人觉得沉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大妈。尽管李大妈的年轻时光也充满了艰辛，但她从不在朋友面前抱怨过去。她常常告诉自己，过去的经历虽然艰难，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她的坚韧与智慧。她总是乐观地面对生活，认为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在她的影响下，周围的人也被她的积极态度所感染，纷纷开始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命好的女性深知，生活中难免会有波折与不如意，但抱怨和沉溺于过去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她们选择放下这些负担，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未来的每一天。她们理解到，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
而未来的每一步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内心的修养与情绪的调整，命好的女性能够保持心态的平和，化解那些曾经的负面情绪，迎接新的挑战。这样的智慧不仅让他们更能从容应对生活的各种压力，也为他们的生活注入了更多的正能量。命好的女性用行动证明，只有学会放下，才能在生活中开创出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们相信，真正的力量在于自我内心的和解，而不是对过往的无尽纠缠。因此，命好的女性通过放下对往事的埋怨，逐渐在心灵深处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宁静。这样的态度让他们在岁月的长河中，不仅保持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为自己的人生铺就了更加光明的道路。通过对过去的释怀，他们学会了珍惜当下，让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与光明。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命好的女性通过智慧和低调的态度，展现出一种从容而坚定的力量。她们深知，在家庭琐事中保持和谐的重要性，懂得如何妥善处理与子女的关系，以情感支持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与此同时，面对健康、财富和行善等问题，他们始终保持谨慎与低调，懂得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心的富足与安宁。这样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更渗透到每一个细节里。命好的女性用她们的行动告诉我们，生活的美好并不在于外界的认可，而在于自我的修养与内心的宁静。她们懂得，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展现自己，才能真正掌握生活的主动权，而过度的张扬只会引来不必要的纷扰与压力。在不断积累智慧的过程中，命好的女性学会了如何与过往和解，放下心中的负担。她们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让每一天都充满力量与平静。这样的心态不仅帮助她们保持内心的稳定，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让整个家庭和社区都能感受到温暖与正能量。通过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积极践行，命好的女性不仅塑造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为他人树立了榜样。她们用行动诠释了真正的智慧与力量，提醒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永远保持一颗善良与宽容的心。愿我们都能从他们的智慧中汲取力量，在生活的每一步中做最好的自己，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